我们今天来聊一个案子，这个案子表面上看是关于一个人的，但往深了挖，其实是在拷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：法律它到底是什么？你想想，一个学者就因为在网上转了几个帖子就被判刑了，这事儿就让我们不得不去琢磨，咱们所说的法律，它究竟是在保护正义，还是说它其实是权力手里的一个工具？刚才那句话就出自这个案子的主角陈经元博士。你看这句话一下把我们拉进了这个故事的核心，这背后牵扯的可不仅仅是一场抽象的法律辩论，这是一个活生生人的命运啊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分4步走。首先，我们先看看这位受审的学者到底经历了什么，然后呢，我们会从2个角度来分析法律的条文和法律的精神。最后，咱们再一起思考一个更深的问题：当法律本身都站上审判席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？好，那我们就先从第一部分开始，来认识一下我们故事的主人公陈经元博士。他可是一位理学博士，也是一名科研人员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线，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快得惊人。从2022年9月被带走，到第2年7月就正式入狱服刑，前后还不到1年。这几个时间点非常关键，他们是我们后面所有分析的基础，大家先记一下。那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呢？罪名是寻衅滋事。这个罪名啊，说实话听起来就有点模糊，而且他被指控的行为说白了就是在网上转了些帖子。就是这么一个模糊的罪名，对应这么一个看似平常的行为，恰恰就成了我们整个故事的核心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试着理解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判。首先，咱们得了解一种法律哲学，叫做法律实证主义。这个主义听起来挺学术的，但简单来说，它的核心观点就是评价一个法律，咱们只看它的条文和程序是不是合规，至于它在道德上是好是坏，先放一边。这个理论里有个代表人物叫约翰·奥斯汀，他的观点特别直接。他说，法律是什么？法律就是命令，只要满足3个条件：第一，它得是最高权力发出来的；第二，你要是不听就得受罚；第三，大多数人都乖乖听话。只要这3条都中了，那它就是法律。不管你觉得它公不公平，喜不喜欢，没用，它就是法律。那我们现在就把奥斯汀这套理论往陈博士的案子上一套，你就会发现，简直是完美符合。你看命令有没有？有，来自国家司法系统。制裁威胁有没有？当然有，1年8个月的刑期。社会服从有没有？也有，陈博士最终被送进了监狱。所以，如果只从这个纯粹刑事化的角度来看，整个过程在程序上可以说是合法的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法律实证主义最关键也最有争议的地方，他把法律的有效性和道德性给分开了。也就是说，在他们看来，就算一条法律非常不公正，甚至可以说是恶法，但只要它程序上没问题，那它在技术层面依然是一条有效的、真正的法律。但是，问题来了，这样就真的够了吗？一条法律就算程序上完美无瑕，但如果它的内容、它的实质是完全不公正的，那我们还能心安理得地称它为法律吗？这就引出了我们的下一个话题，一个跟刚才完全相反的观点：法律的精神。这种观点认为法律跟道德那是分不开的。对，就是这个问题，他直接就挑战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只看形式不问内容的观点。其实这也是几百年来法律哲学里吵得最凶的一个问题：形式上正确就等于内容上正义吗？咱们接着往下看。另外法学大家罗纳德·德沃金，他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他觉得法律绝对不仅仅是一堆冷冰冰的规则，它更像是一个完整的有生命的道德体系。所以法官的角色呢，就不能像个机器人一样，看到一个案子就套用一条规则。不，法官得像个哲学家，去深入挖掘，去解释，去找到最符合整个法律体系背后那个道德原则的答案。那我们用德沃金的这个完整性理论来看看陈博士的案子，问题就特别明显了。
你看，这个体系里写着的原则是什么？是无罪推定，是言论自由，是公正审判。但实际操作呢，却是假定你有罪，因为你说话就惩罚你，审判还不公开。这边是他说的，另一边是他做的，两者之间可以说是完全断裂了，有一道巨大的鸿沟。还有一位法学家叫朗弗勒，他更进一步，他提出了一个法律健康检查清单。他说，一个系统要想真正被称为法律，就必须满足几个基本的道德要求。我们拿这个清单来对照一下陈博士的案子，就会发现好几项都亮了红灯。比如说，罪名清不清晰？不清晰，很模糊。逻辑上有没有矛盾？有啊，一边说你学历高，一边又不让你用你的学识为自己辩护。官方行动和规则一不一致？也不一致。说好的公正审判，实际上却不是那么回事。这已经不是某个环节出问题了，而是整个系统性的失灵。好，聊到这里，我们就触及到了一个最根本也是最终极的问题：法律这个东西，它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它究竟是一个为了实现正义而存在的工具，还是一个为了实现控制而存在的工具？关于这个问题啊，历史上主要有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。一种观点我们称之为社会工程论，他觉得法律就像一个精密的工程师，任务是巧妙地调节社会上各种不同的利益冲突，让整个社会能顺利运转。而另一种观点就非常尖锐了，他认为法律的本质其实就是统治阶级手里的工具，目的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利，压制不同的声音。如果我们试着用后面这种控制工具的视角来重新审视陈博士的案子，你就会发现这个解释力好像特别强。在这个案子里，法律看起来好像真的不是在平衡什么利益，反而更像是一个被精准使用的工具。它的目标很明确，惩罚一个被认为是说错话、越了界的知识分子，最终服务于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控制。那说了这么多理论，这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？关系可太大了。因为理解了这些不同的观点，就好像给了我们一副新的眼睛，戴上它，我们就能去审视我们自己身边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法律体系，我们就有能力去问那个最重要的问题：我们头顶上的法律，它到底是在为正义服务，还是仅仅在为权力服务？所以最后，我们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：如果一部法律，它的形式看起来是正确的，但它服务的目的却是错误的，那么它还算得上是真正的法律吗？这个问题不仅是我们今天整个讨论的核心，可能也是每一个现代社会都必须反复拷问自己的问题。